比尔是一位现役军人，他在22岁那年迎娶了来自菲律宾的新娘，但结婚不到1个月，比尔就邀请一位男性住进了自己家。一开始他的行为让人难以理解，直到4个月后，有人发现了比尔赤裸的尸体，背后的原因才逐渐浮出水面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雄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华盛顿州奥查德港。该市位于华盛顿州西北部，距离西雅图以西大约13英里，人口约为15000人，是基萨普县的县治，也是该县设立的第一个城市。主人公比尔于1958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，他的父亲亚瑟是一位退伍军人，母亲凯瑟琳是全职主妇。原本比尔应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5个哥哥姐姐，但这一切在他出生之前就因为母亲杀害了父亲提前结束了。1958年7月，怀有7个月身孕的凯瑟琳因谋杀罪被判入狱，也就是在服刑期间，凯瑟琳生下了比尔。由于没有合适的监护人，比尔在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了寄养家庭。从此，这个无辜的孩子离开了自己的母亲，也与5个哥哥姐姐失去了所有联系。这段不幸的遭遇对比尔造成了深远的影响，他常常因为自己是杀人犯的儿子而感到自卑，这使得他几乎没有朋友，也很难融入正常的生活。高中毕业后，比尔为了改变自己，应征入伍，成为了一名军人。此后的几年里，他一直驻扎在华盛顿州的某个军事基地。比尔在军队中磨练了意志，实现了自我价值，并很快走出了过去的阴影。当性格慢慢变得开朗后，比尔不再抗拒社交活动，爱情很快来到了他的身边。1981年2月的某个晚上，时年23岁的比尔在酒吧认识了比他年长3岁的未来妻子罗莎。罗莎是菲律宾人，她同样有着坎坷的成长经历。大约在1岁时，罗莎因父母车祸去世，不幸成为孤儿。成年后，他又为了生存饱受生活艰苦。由于长期找不到出路，罗莎在18岁左右产生了去美国生活的想法。在当时的菲律宾，大多数本地女性会通过结婚的方式定居美国，但由于罗莎没有钱找婚介公司，所以她去了菲律宾苏比克市寻找机会。因为当年美军在苏比克湾有一个海军基地，这座城市是菲律宾为数不多可以遇到美国单身男性的地方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罗莎经常光顾军事基地附近的娱乐场所，并借此机会与多位美国士兵发展成了男女朋友。其中一名叫理查德的海军士兵最有可能带他前往美国，但后来由于工作调动，理查德提前离开了菲律宾，所以罗莎没有办法，只能放弃理查德，继续寻找新的伴侣。1977年，历经多次失败后，罗莎终于遇到了下一位愿意与她结婚的美军士兵。而且这位新男友还帮助罗莎申请了 K1 签证，也就是俗称的未婚妻或者未婚夫签证。持有这类签证可以在美国停留90天，但必须要在90天内与签证申请人结婚。然而当罗莎满心欢喜地来到西雅图后，她的未婚夫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，明确表示不会与罗莎结婚。由于罗莎不想以后没有合法身份，为此她找到了在西雅图的菲律宾人寻求帮助。不得不说，罗莎之前的经历锻炼了她的交际能力。短短几周后，罗莎就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嫁给了一名叫皮特的菲律宾裔美籍男子。实际上，罗莎的这种做法并不合规，因为她的结婚对象不是签证申请人。但这不是咱们关注的重点，重要的是罗莎拿到了美国身份。不过，由于罗莎的丈夫皮特当时已经年近80，并且还患有心脏病等多种疾病，所以两人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。结婚3周后，皮特就因心脏病发作突然离世。事发那年，罗莎22岁，她还有大把的青春，因此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，罗莎很快开始了新的恋情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罗莎又尝试交往了好几个男朋友，最后兜兜转转嫁给了当初在菲律宾认识的理查德，也就是一开始因为工作调动没能迎娶她的那名男子。然而两人的婚姻也仅仅维持了3年时间。在生下一个女儿后，理查德就因入室抢劫被关进了监狱。在理查德服刑期间，罗莎表面上答应会一直等他出狱，但实际上已经偷偷办理了离婚。罗莎之所以会这样做，其中一个原因是理查德脾气非常暴躁，他想借此机会离开理查德。
处理完第二段婚姻后不久，罗莎就在酒吧认识了准备开始新生活的比尔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。1981年8月，比尔与罗莎结为夫妻。由于之前比尔从未感受过家庭的关爱，他对这段感情显得格外珍惜。婚后，比尔在罗莎的建议下购买了一套房产，并根据罗莎的喜好进行了装修设计。他对罗莎非常宠爱，基本上有求必应。然而比尔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仅仅维持了4个多月，他就像素未谋面的父亲一样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1981年12月22日，圣诞节的前3天，比尔毫无征兆地消失了。他没有去军事基地，也没有在家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由于比尔是一位优秀的士兵，以前从未出现过无故缺席的情况，于是他的上司立即联系了海军作案调查处和当地执法部门协助调查。大约过了1周后，警方根据群众举报，在一处偏僻的树林里发现了比尔的尸体。当时比尔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，他的上半身没有穿衣服，裤子被拖到了臀部下面，要不是身上带着军人证件，警方甚至都无法辨识他的身份。经过进一步检查，警方在比尔的头部发现了4处枪伤，又在胸膛上找到了一个清晰的鞋印。这个鞋印同样出现在了附近的泥地上，从大小和形状判断，凶手应该是一位穿着牛仔靴的男性。不过让警方难以理解的是，比尔为什么在大冷天没有穿衣服，裤子又为什么脱了一半？他是在进行亲密行为时遭受了袭击，还是事后遭到了凶手的侮辱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警方找到了比尔的妻子罗莎。罗莎在得知比尔遇害后，情绪接近于崩溃。按照警方的描述，这是他们见过表现最痛苦的受害家属。等到情绪稍微平稳后，警方让罗莎回忆了最后一次见到比尔的场景。根据罗莎的说法，21号晚上，也就是比尔失踪的前一晚，夫妻2人一起去了附近的酒吧消遣。一开始他们玩得很开心，但后来比尔不胜酒力，出现了醉酒症状。也就是这时，一位留着胡须的长发男子主动接近了比尔。当时这位男子正准备向比尔兜售违禁品，但很快遭到了罗莎的制止。然而没想到这一举动引起了比尔的不满，随即2人在酒吧发生了言语冲突。一气之下，罗莎离开酒吧回到了家中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见过比尔。除了这位长发男子以外，罗莎还向警方表示，比尔的朋友麦克可能与这起案件有关。根据罗莎的补充，麦克是比尔的战友，也是最好的朋友，2人几乎形影不离，每天都会待在一起。大约在他们结婚的1个月后，比尔突然邀请麦克住进了他们家。一开始罗莎无法理解比尔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直到后来他无意间撞见比尔和麦克正光着身子在床上运动，那时罗莎才知道了比尔的真实性取向。这件事情发生后，比尔曾为了安慰罗莎表达过让麦克搬走的想法，因此罗莎怀疑麦克可能出于报复杀死了比尔。罗莎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，考虑到比尔在遇害前被人脱了裤子，他们也认为麦克可能与这起案件有关。然而当警方找到麦克后，他却否认了罗莎的说法。麦克表示自己是异性恋，从没有与比尔发生过亲密行为。另外，比尔也不可能购买违禁品，因为他没有这种不良嗜好，并且军队也会定期对士兵进行相应检测。所以麦克认为这一切都是罗莎编造的，目的是为了洗脱嫌疑，转移警方的视线。麦克的说法得到了警方的信任，因为他的鞋子尺码与凶手的脚印不符，并且在案发期间也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但根据当时的情况，警方并不认为罗莎直接参与了谋杀，因为比尔在遇害前遭受了猛烈殴打，而罗莎身材娇小，显然无法给比尔造成如此严重的创伤。于是警方将注意力放在了罗莎以往的情感关系上，很快她的前夫理查德就成为了头号嫌犯。警方怀疑理查德主要是因为他有暴力犯罪前科，而且在案发2天前刚刚被释放出狱。于是他们来到了理查德出狱后的落脚地点，一所位于华盛顿州长湖边上的小房子。这所房子在罗莎名下，是她第一任丈夫皮特的遗产。然而警方原本只是想了解一下理查德在案发期间的去向，但没想到却有了意外收获。在见到理查德后，警方注意到他手上有伤口，家中虽然打扫得较为干净，但有一个门窗坏了，地上还有一些没有清理的碎玻璃。
这些迹象表明房子里曾发生过冲突，而理查德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于是警方将他带到警局进行了询问。根据理查德的说法，他在服刑期间并不知道罗莎已经再婚，所以在出狱后第一时间联系了罗莎。12月21日，也就是比尔失踪的那天早上，理查德与罗莎见过一面，这时罗莎才将自己再婚的事情告诉了理查德。尽管理查德对罗莎隐瞒离婚感到有些不满，但罗莎提出了补偿方案，表示愿意在这段时间帮他解决吃住问题，所以理查德妥协了，当晚就住在了罗莎继承的房子里。那晚他一直在家喝酒，从来没有外出过。警方对理查德的说法表示怀疑，因为他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，不可能轻易妥协。于是警方申请搜查令，检查了理查德的暂住地点，也就是罗莎继承的那所房子。他们在卧室找到了一双与案发现场鞋印一致的牛仔靴，还在门外的汽车里发现了2枚.22口径的子弹壳和一些没有清理干净的血渍。检测结果表明，子弹壳的口径与凶器一致，而血渍来自遇害的比尔。面对警方的指控，理查德始终不愿承认罪行。不过警方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，于是他们以谋杀罪逮捕了理查德。案件进行到这里，调查仍在继续，因为理查德所住的房子和使用的汽车都是罗莎提供的，而且罗莎之前还做了虚假证词，试图栽赃比尔的朋友麦克，所以警方怀疑罗莎可能间接参与了这起谋杀。然而在后续的调查中，警方并未掌握太多线索，只有一位罗莎的邻居表示，他在案发后曾见到罗莎清理过汽车，还看到罗莎家的烟囱冒出了大量黑烟，似乎是焚烧了某些东西。但这一说法全都遭到了罗莎的否认，他坚持自己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认为邻居对他存在偏见。尽管警方对罗莎非常怀疑，但苦于没有证据，并不能对他采取强制措施。然而有时事情就是这么奇怪，要么没有线索，要么线索接连而至。在警方想尽了一切办法之后，关键线索突然来到了他们身边。案发数周后，警方收到了比尔在军队的遗物，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比尔生前的日记本。他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结婚4个月中遭遇的各种离奇事件，甚至还预示了自己可能会以什么方式死去。另外，警方还收到了来自看守所的线索。虽然理查德对警方口风很紧，但在来到看守所后，他就犯了吹牛的毛病。理查德为了彰显自己，向多位狱友讲述了谋杀比尔的犯罪经过，并且还把罗莎牵扯其中。根据在押嫌犯提供的线索和比尔日记里记载的内容，警方还原了事发的整个经过。罗莎之前曾与多位美国士兵建立过关系，无论是在当年的菲律宾，还是来到美国后，她的历任男友和丈夫几乎都是军人，所以罗莎的作风和过往经历慢慢传到了比尔所在的军营。实际上，比尔早就听说了一些关于罗莎过去的事情，不过当时他并没有当真，认为那只是谣言。直到与罗莎结婚后，比尔经历了2次离奇事故，加上战友经常提醒他要保持警惕，这时比尔才慢慢产生怀疑。于是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调查了罗莎的背景。根据比尔在日记里的记载，罗莎在菲律宾从事过一段时间的不光彩职业，他靠着阅人无数才获得了前往美国的签证。然而当初那位帮助罗莎申请签证的美国士兵，因为事后听说了罗莎以往的混乱关系，所以他才临时反悔，拒绝了罗莎。由于没有办法，罗莎通过施展个人魅力，贿赂了多位在美的菲律宾人，最终经人介绍才认识了第一任丈夫皮特。当时皮特已经年近80，是一位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。实际上他的结婚需求并不强烈，但由于有中间人介绍，加上罗莎承诺会照顾他的生活，所以皮特很快就与罗莎成为了夫妻。然而皮特可能以为最坏的打算就是成为罗莎的跳板，但没想到却因此丢掉了性命。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基本上可以确定罗莎杀死的皮特，因为皮特在去世前曾与朋友说起过罗莎在给他下药的事情。但由于皮特年龄原因，加上本身存在多种疾病，所以当他心脏骤停后，医生认为他死于心脏病，警方也没有介入调查。罗莎通过杀害皮特，总共获得了$8000现金和一栋小房子的所有权。虽然不是很多，但他只用了3周时间，所以相对来说，这是一笔回报很高的投资。于是尝到好处的罗莎从此黑化，把杀死伴侣继承遗产当成了赚钱的手段。不过这些人里有一个例外，
那就是罗莎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。实际上，理查德经常打骂罗莎，但有时候爱情就是这样，难以用平常的思维理解。从后面的发展来看，罗莎可能并不是真的想要离开理查德，偷偷办理离婚只是为了方便继续作案使用的一种手段。因为罗莎在离婚后仍然会以妻子的身份去监狱看望理查德，甚至还帮助理查德聘请了律师申请假释。在理查德服刑的3年里，罗莎不仅忙着解决前夫的司法问题，还又犯下了2起命案。第2位受害者是一名叫罗伯特的男子。罗伯特与罗莎第一任丈夫皮特的情况大致相同，也是身患疾病，没有自己的孩子。罗莎首先以护工的身份住进了罗伯特家，然后又通过施展个人魅力让罗伯特立了遗嘱。目的达成之后，罗莎没有浪费时间，很快通过下药的方式杀死了罗伯特。这次作案仍然没有引起执法部门的注意，原因还是和上次一样，罗伯特本身患有疾病，并且也没有家属报案。但也因为这2件事情，让罗莎的经历在当地迅速流传，她被很多人冠以黑寡妇的称号，所以比尔的战友才出于关心做了相关提醒。实际上，比尔在得知这一切之前就已经遭遇了罗莎的2次暗杀，第一次发生在2人结婚的数周后，那时比尔刚在罗莎的建议下购买了房子，而且之前购买的保险也到了生效时间。比尔的具体遭遇与前2位受害者如出一辙，但他比较幸运，在感到身体不适后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，最后经过及时治疗，没有危及生命。然而在比尔出狱后不久，罗莎很快又实施了第2次暗杀，具体的手段不方便在这里讲解，但最终比尔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。接二连三的离奇遭遇终于引起了比尔的怀疑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才把这些事情写在了日记里，目的是为了防止罗莎得手后再次逍遥法外。至于为什么比尔没有离开罗莎，可能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。因为比尔从小没有得到过家庭关爱，所以他对待这段感情十分珍惜，即使明知自己可能有生命危险，但还是想尽力挽救，不然比尔也不会邀请朋友麦克住进自己家，以防罗莎再次下手。然而比尔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起到作用，也没有感化罗莎。由于前2次作案没能成功，而麦克也已经住进了他们家，不方便继续作案，于是罗莎就想起了刚刚出狱的前夫理查德。罗莎知道理查德嗜酒如命，脾气又很暴躁，所以她利用了这一点，提前给理查德喝了很多酒。等到时机成熟后，罗莎又折返回家，带着比尔去了酒吧。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比尔灌醉，好进行下一步计划。大约晚上10点左右，罗莎把喝醉的比尔带到了理查德的暂住地点，也就是案发的那所房子。随后这2个男人在罗莎的挑拨下发生了冲突。由于罗莎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到位，理查德很快占据上风，将比尔打倒在地。看到时机已经成熟，罗莎才把杀死比尔的计划告诉了理查德，并表示愿意分给他1半的保险赔偿。实际上原本理查德没有杀人的计划，但考虑到自己正在假释期，如果事后比尔报警，他肯定会因为违反假释条例再次进监狱。于是理查德就在罗莎的怂恿下开枪打死了比尔。作案结束后，他们脱掉了比尔的上衣和裤子，以转移警方的注意力，然后又开车将尸体丢在了附近的树林里。由于担心比尔没有死透，理查德在临走时用脚踩在比尔的胸膛上补了2枪，也就是这个举动留下了他的脚印。本案最后得以彻底解决，完全是靠理查德狱友的证词和比尔的日记，不然以罗莎的狡猾程度，他必然还会再次逃脱法律制裁。1982年5月17日，案发近1年后，本案开庭审理，理查德因1级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2年后，罗莎接受审判，他同样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